印度人民院第18届选举投票结果揭晓，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这意味着莫迪有望开启第3个总理任期，追平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任期纪录。然而，与选前莫迪发表雄心勃勃的获胜目标不同，选举结果显示，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将失去议会多数席位，迫使他只能依靠团结盟友来组建新政府。对此，印度银股债汇3杀暴跌，显示对印度未来改革预期破灭。आज की ये विजय दुनिया के सबसे बड़े लोकतंत्र की जीत है。 在历经为期6周、7个阶段的马拉松式选举之后，印度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过半数席位，在此次大选中获胜。尽管莫迪赢下了本次选举，但这场胜利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民调预测的压倒性胜利并未出现，最终计票结果显示，全国民主联盟共获得295个席位，其中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仅赢得240个议席，低于2014年的282席，更低于2019年的303席。最重要的是，未达到获得多数党地位所需的272席，这意味着印人党无法单独组阁，必须依靠至少3个友盟才能维持执政联盟。多位长期研究印度的学者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这种局面对于印人党来说宛如晴天霹雳。友盟不仅可以凭借自身不可或缺的地位对印人党坐地起价，分享内阁部长的实权任命，还大概率在印人党第3任期中持续对莫迪政府讨价还价，造成全方位的掣肘。从这个角度上看，印度政治可能再一次陷入悬浮议会、议而不决的治理噩梦。说他基本上这个席位都没有拿到一半，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要在议会当中通过更多的这个轻商的这个法案啊，劳工啦、税收啦各方面的这个法案要通过的话，他不可能得到很多这个议员的支持的啊，所以我相信他也没有这样的更大的这个动力去完成这个。所以接下来印度呢，在搞经济建设这方面，它的阻力会更大啊。莫迪的困难也更大。现在大概率呢，应该是莫迪出面阻隔。这种情况下，第3任期来讲，他必须得进行一定的政治反思，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大选没有取得预期的一个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莫迪在第2个任期内大打宗教牌，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这也导致莫迪失去印度穆斯林群体的选票。穆斯林给印人党投票的这个比例很低，基本上只有6%，基本上就是说印人党失去了将近2亿穆斯林的一个选票，对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会否进行一定的一个回头，咱们有待观察。除了反思，对依靠盟友来组建新政府的莫迪新政府，还将面对权力的平衡与让渡。这对于一位自10年前上台以来就主导政坛的强势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打击。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莫迪或者印人党他肯定会比较慎重的照顾到一些这个盟党的一些利益，包括一些内阁人选的一些安排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利益，他肯定会做出一定的妥协。印度大选结果出炉后，引发外界对印度外交政策走向的关注。过去10年来，莫迪在外交领域似乎风生水起，左右逢源，使印度成为多方拉拢的对象。国内政治的一个变化肯定会对外交产生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如果莫迪他出面继续阻隔，那么担任总理，那么我觉得印度的外交的一个大方向是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些变化的。当然有几个变量，一个变量就是谁将出任这个下一任的一个外交部长，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美国大选的一个结果，它的一个大选结果以及对外政策的一个调整，那么也会对印度的一个对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印度大选结果已经揭晓，莫迪总理领导的印人党及其所在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中方对此表示祝贺。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外媒体特别关注了莫迪连任后中印关系的走向。毛宁在会上表示，对于中印关系，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那实际上，我注意到，尽管中印关系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印度新政府仍充分认识到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在4月选举正式启动前，莫迪曾公开表态中强调中印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中印关系保持和平对于整个地区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那中方此前也曾表态，作为重要邻国和2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2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共同发展和繁荣是2国的共同追求。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此前，中国外交部已确认中方不参加本月中旬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重申，中国将根据自身的立场做出自主的决定。这场俄方缺席的所谓和平峰会，真能为俄乌局势带来和平吗？来看看分析。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宣布将于6月15号至16号举行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不过，作为主要当事方的俄罗斯却不在受邀之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和平峰会会议安排同中方要求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期待还有明显的差距，中方难以参会。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中方立场，并强调中国将根据自身的立场做出自主的决定。当今世界各种会议很多，能否参加，怎么参加，中方将根据自身的立场做出自主的决定。而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王毅强调，在乌克兰危机上，世界现在需要发出更多客观、平衡、富有积极意义和建设性的声音。为此，中国和巴西最近联名发表了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强调遵守局势降温3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同时呼吁各方坚持对话谈判，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短短1周左右的时间里边，已经有来自5大洲的45个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对这6点共识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有26个国家已经确认要加入或正在认真考虑加入的方式。俄罗斯、乌克兰这2个主要的当事方，也对6点共识的大部分的内容予以肯定。这再次说明6点共识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王毅表示，中方相信支持6点共识的国家越多，召开真正和会的日子就越近，实现和平的前景就越光明。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中方是作为既不是参与方，也不是利益相关方，但是中方在这个实际行动、劝和促谈的过程当中，中方是最积极，也是最坚定的推动这个和谈向前，走的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讲时宣称，已经有10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参加由乌克兰倡议的和平峰会。然而，尽管美国长期以来支持乌克兰，也是泽连斯基最重要的邀请对象之一，但美方4号仍确认，由于日程安排的冲突，总统拜登将缺席峰会，改由副总统哈里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出席。美媒在报道中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轻描淡写地评论了拜登缺席峰会所造成的影响，宣称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参加此次峰会，并且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和平峰会召开前，正值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在意大利召开。意大利到瑞士的飞行时长仅需约3小时，拜登仍选择放弃前往瑞士参会，而是将在这些领导人会议结束后立刻飞回美国，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及知名演员乔治·克鲁尼、茱莉亚·罗伯茨等人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竞选筹款活动。观察认为，拜登此举凸显其并非真正在意乌克兰诉求，只在意自身的政治利益。乌克兰媒体直言，拜登缺席峰会将给乌当局带来失落感，会使外界认为乌克兰问题在美国看来是次要的。
目前已有多国明确表示不参加和平峰会，包括南非和巴西。外界注意到，大部分金砖国家都明确拒绝参会，印度等多国也预计只会派出低级别官员出席。对此，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多国拒绝参会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谓和平峰会缺乏明确目标，且十分荒谬。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俄乌问题是可笑的。和平峰会它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也不是十分的单纯，整个从这个前期倡导到后面的这个许多大国不参与，其实更多的国家是看到了和平峰会并非能够真正的取得实际效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冲突的当事方并没有真正的坐在和平峰会现场上，而只是去探讨乌克兰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谈判的模式，反而和平峰会被形成了一个逼迫参会的国家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峰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俄乌冲突僵持，瑞士主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召开在即，中国明确表示不参加会议，但仍然致力于劝和促谈。您如何看？我一直就认为，有关俄乌冲突，中方一直就有一个态度、2个原则和4句话。所谓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俄乌之间兄弟阋墙、兵戎相见。当然，这种不愿意的态度就是痛心和反对的态度。所谓2个原则呢，就是现在大家似乎都在谈停火止战，但是无论是什么和平峰会也好，还是其他措施，其实都有2个最重要的原则要遵守。第一，就是和平至上的原则；第二，是俄乌主导的原则。所谓和平至上原则呢，就是说俄乌冲突涉及到各方，大家都有很多的大小道理，很多的历史事实，很多的国际法律或道义上的规则等等。但是呢，所有的这些都要以和平至上，都要以劝和走向和平政治解决作为最高原则。凡是有助于缓和局势、实现和平的，我们就支持；相反的，我们就反对。这是最简明易懂的第1条原则。所谓俄乌主导原则呢，说白了就是当事人主导。特别是这次俄乌的冲突，他们双方当事人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兄弟，而且呢长期同处一国，荣辱与共这么多年。但是俄乌双方是这样特殊的关系，那么很多事呢必须要由他们双方自己来磨合，他们双方自己达成一定的谅解和共识，事情才会真的有转机。不然的话施加多么强大的外力，他们即使达成了一些妥协，可能也不能持久。我去年讲过一句话，100个外人的举措可能不如俄乌双方的一个谅解。这2个战斗民族之间怎么样能够真的达成妥协，我们外人的作用就在于努力的使俄乌双方除了自己的那个战斗性格之外更多的增添一点温和的谅解性格，让他们都能各让一步。这个可能对于他们共同主导目前的俄乌局势走向政治解决的停火方向才会真的有帮助。所谓4句话，就是我一直强调的，第1句是和为贵，第2句呢是忍为高，第3句呢是谈为上，第4句呢是信为先。说到这次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瑞士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们劝和促谈也好，追求和平也好，都不要仅仅的做表面文章。没有当事方参与，特别是主要的当事方俄罗斯的出席参与，这个和平峰会能开出什么结果呀？如果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和会来对俄罗斯施压，或者进行什么道德审判，这种和会会有什么实际的劝和促谈的效果呢？恐怕只会使俄罗斯更加恼怒，使得俄乌关系更加的对立升级，而且还会外溢矛盾。所以我认为中方不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而且明确妥善地做出说明，并且明确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是完全正确的。拜登宣布自己不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对此您有何观察？拜登不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表明了拜登今天正面对着多重的困境。拜登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啊，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从作为一个始作俑者啊，不断的主导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引发俄罗斯以过度防卫而做出了这种强力反弹，酿成今天的结果。而开战之后呢，美国又不断的提供军事等各种援助，以极不道德的这种代理人战争方式，牺牲乌克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欧洲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达成消耗俄罗斯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资源的目的，甚至称不惜战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而自己呢，又是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和俄罗斯直接动武的风险。美国这种又想吃又怕烫，只顾自己、首鼠两端、虚伪夷的两面手法，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把美国的近来的行径啊概括为三虚，一个呢是目标的虚妄性，就是总是虚妄地设定一些什么假想敌呀和假想目标，谋虚逐妄，任妄为真，恣意妄为，自欺欺人。第二呢，就是手段的虚伪性，也就是嘴上说和平，可行动上呢却不断地推动冲突的升级，还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所谓底线，允许使用美国的武器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既让乌克兰牺牲，可是又在近日呢，拜登表态说不要实现乌克兰的北约化，这种多重标准、虚伪狡诈、言而无信，真的是狼子野心，兔子胆。第三呢，就是本质上的虚弱性了，也就是随着美国自身实力的明显下降，内外交困，可是他呢还心比天高，为了维护霸权啊，透支资源，色厉内荏，所以就有了什么出尔反尔啊、进退失据的种种特征。尽管拜登宣布自己不参加乌克兰的和平峰会，也传递出美方不希望在今天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再惹事端的这种信号，但主要的还是拜登目前的多重困境和自私自利的考量。他一呢是有竞选的日程了，怕影响自己的选举，就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自私性。二呢是怕自己啊不善表现啊，不能出风头，结果反而呢被乌克兰等当枪使，自己呢沦为棋子或者是笑柄。三呢是怕与俄罗斯啊过度的全面对抗，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拜登通过这次主导乌克兰和平峰会，但是又不参加的这种举动，就把自己三虚的特征暴露无遗。